大家好，10月5日呢是肖战29岁的生日，但没有人想到，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肖战又摊上事儿了。这一次呢，还是因为粉丝。昨天深夜，川美这个话题突然上了热搜，主要是川美的学生在社交平台上愤怒谴责肖战粉丝的生日应援行为。川美学生不满的地方主要有3点：第一，大量粉丝聚集看无人机表演，阻碍了交通，污染了学校风气，给川美其他学生的生活出行带来了不便。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，粉丝聚集的人数的确不少，密密麻麻，熙熙攘攘，其他路人想穿过这对人群都比较困难。第二，在涂鸦的墙上大写肖战的名字。第三，有部分粉丝骂因为川美改卷舞弊才导致肖战没有考上，把对偶像的无脑崇拜直接上升到了母校名誉。此事一上热搜，肖战和粉丝呢立刻成为众矢之的，被不知距况的路人们骂得体无完肤。有人嘲讽肖战无处不在，其名气比牛皮癣广告还强。有人把这场聚众比喻成黑社会，蛮横暴力，毫无规则。有人羞辱肖战高考成绩不入流，翻3倍也不一定考得上川美。乍一看，肖战粉丝的应援阵势的确令人迷惑，路人反感也实属正常。但这一次呢，看了这些声明之后呢，发现肖战和粉丝呢真是太冤了。这盆污水呢，明显就是别有用心之人移花接木，恶意营销，为了黑而黑。先说第一点，人群聚集的问题。首先，当天呢确实有无人机应援，但表演地点并不在川美校区内，而是在西街西都会广场。其次，重庆本来就是旅游之都，正值国庆，商业广场上人流量一定是非常大的。游客、粉丝、路人聚集在一起，怎么能把所有的锅都甩给肖战粉丝呢？并且，无人机活动呢，并不是粉丝发起，而是活动商为了拉动品牌效应，赞助了肖战的生日应援。最后呢，因为当天一直下雨，无人机表演晚上9点就宣布取消了，并没有妨碍到学生们的正常作息。第二点，不文明涂鸦。首先，涂鸦的图片是网友在某自称肖战粉丝的账号上搬运的，但令人匪夷的是，这位粉丝的账号总共只发了3条动态。你细品，一个肖战铁粉，不说偶像出道多年，爆红也有2-3年了吧，与之相关的动态只有3条，可能吗？而且已经有重庆本地人出来辟谣，上热搜的涂鸦图片并不像造谣者所传在应援活动中举办处，而是在老校区，两地之间车程要1个小时多。不禁要问一句，这位粉丝如何做到在新校区庆祝同时，又跑去涂老校区的墙？其次，川美老校区的涂鸦墙并不是只有肖战一个人的名字被写了上去，早年王俊凯、王一博、白敬亭名字都被曾粉丝写在墙上，以表倾慕之情。最后呢，肖战本人也早在2019年就发表过动态，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之地乱涂乱画。首先呢，在这里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总结，就是品牌方呢对肖战进行了生日应援，选择在了人流量较大的商业街，有粉丝、有游客、有学生，造成了视觉效果的众人聚集。活动时间呢，在晚上8点半到9点10分之间，多数人都戴了口罩。粉丝当晚真正应援行为只有2个，唱了生日歌，喊了生日快乐，时间呢15分钟左右。其实各家粉丝都会有所谓的给爱豆庆生的方式，粉丝里也都有理智或者不理智，或盲目或不懂规矩的人存在。为什么大家只盯着肖战的粉丝看，追着肖战本人骂？如果说
AO3 事件，肖战被骂还能够理解，因为沉默可能是纵容，肖战有责任为粉丝行为买单。但这件事之后呢，肖战表现真的还是可以，低调沉稳，也对一些粉丝过激行为表态制止。说实话，追星嘛，大家就图个快乐，我们不能因为追星打扰其他人，但也不能因为不喜欢一个人就让他彻底消失吧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和那些大喊举报的恶臭粉丝又有什么不同？同时呢，还是要呼吁一下追星的粉丝们，追星的本质是我们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，也许并不完美，但我们希望身上有他的某种品质，或温柔，或绅士，或善良。偶像给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向上、积极、明辨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而非暴力、悲观、独断或为人人喊打的对象。借用何老师一句话，他是一颗星，但你是你自己的太阳。我们呢再来说一个，在众人期待之下呢，肖战就是29岁的生日到来。这一天呢，不知道已经让粉丝等多久。许多网友留言呢，比自己孩子过生日都激动。确实是这样子，昨天的各种的新鲜的视频、新鲜的内容都已经发给大家了。粉丝的祝福也是铺天盖地，热闹的氛围呢已经弥漫了整个网络。似乎肖战的生日就是最重要的惊喜。确实如此，这对于真心喜欢肖战的小飞侠来说，遇见肖战也许是一生最幸运的事。陈情令里的魏无羡调皮可爱的形象早已走进粉丝的心里，可能这一生都不会离去。所以肖战的生日对粉丝来说意义与众不同。小飞侠们愿意为肖战又长的1岁送出最真挚的祝福，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中国的许多地方，甚至在世界的某个街道，一个个大屏正播放着肖战的海报，为肖战送上生日的祝福。在肖战的家乡重庆，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纪录。位于重庆观音桥的亚洲第一巨幕，写满了对肖战的生日祝福。人山人海的景象让人惊呼，也同时证明了肖战的超高人气。粉丝给肖战的祝福让人们非常感动，粉丝对肖战的祝福让人们感同身受。但作为生日的主角，肖战的快乐才是人们最终的期待。肖战的生日动态如约而至，一封短暂但含有深意的信呈现在大家面前。肖战本就以成熟的高情商而出名，肖战语录就是最好例子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肖战写给自己的信却没有想象的那般热烈，反倒多了几分感悟。热情高涨的小飞侠看到肖战动态的更新，不到6小时，评论区就超过了100万人留言，无数人为肖战一起庆生。肖战看到后也一定会非常感动。与此同时，有许多网友无情地揭起肖战的伤疤，吐槽今年的生日远没有去年的热闹。只有2位娱乐圈内人为肖战送去祝福。众所周知，227事件给肖战的伤害刻骨铭心，但其实肖战在写给自己的信中就已经回答着一切。生活的本质就是酸甜苦辣并行，肖战一路走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。作为一个成熟的年轻人，应该懂得如何面对生活，对待任何事情都能保持炽热，坚持下去。甩开烦恼，珍惜当下，没有必要为过去的困难烦恼，也不必为未来的不定而担忧。抓住当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，这就是肖战悟出的生活真谛。肖战发自内心的笑了。其实生日的意义不就在于又成长了1岁，对粉丝来说和肖战的遇见就值得庆祝，但对于肖战来说，生日还多了一种含义。人们在生日时往往记得为自己祝福，却总是忽略生日也是母亲的苦难日。肖战没有忘记，提到父母满满的感恩，肖战的人格魅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肖战绝对值得那么多粉丝的喜欢。除此之外呢，金主爸爸的无人机也为他摆出了肖战生日快乐的字形。10月金秋恰逢肖战生日，金主爸爸借肖战的生日，用无人机为他摆出了肖战生日快乐的字形，下面又呈现出和平鸽与信封的造型，
肖战实在是太得金主爸爸的宠爱了吧。金主爸爸如此宠爱肖战，可见是多么喜欢肖战。借金主爸爸的无人机，今天我们在远方默默为肖战说一句生日快乐。开小灶对自己的代言人十分的宠爱，酷炫的无人机，硕大的 LED 屏，不惜一切代价只为自己的代言人肖战送上一句生日快乐。2020年，肖战处于一个水逆时期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让肖战的职业生涯一度非常困难。在肖战这些困难的时期，开小灶不但没有离他而去，而是大力支持他。开小灶主营休闲小吃食品，在前不久，开小灶请肖战代言，让肖战的粉丝欣喜若狂。粉丝们也都大力感谢开小灶对肖战的支持。从肖战代言的视频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虽然广告很短，但是处处演绎着生活里的温馨。肖战那可爱的微笑给人一种治愈感。生活就像肖战的水逆期，在日常里也会遭受到许许多多困难和波折，常常不如意，事事难行。在最初呢，肖战打开了开小灶的知名度，时过境迁，总有一份感情默默地藏在开小灶的心中。2020年，肖战的困难期，开小灶一直没有忘记当初肖战对他们的奉献。如今，大多数人都拒绝肖战的时候，开小灶一直在自己的默默无闻力挺肖战。感情是相互的，帮助也是相互的。以前的开小灶支持肖战，以前的肖战支持开小灶，为开小灶代言。而如今在肖战最困难的时期，开小灶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回馈着肖战。但我们都在大声称赞金主爸爸对肖战宠爱时，我们似乎忘了肖战对开小灶的奉献，相互支持，相互帮助，相互信任。你高飞时，我默默祝福你；你低谷时，我来到你身边，只为和你一起度过难关。就像开小灶的食品一样，我们不能只顾休闲娱乐时的欢愉，也要深刻明白，再美的饭菜如果没有盐，同样是无味的。患难见真情，再高端的食材也需要廉价的调味料来调节。困难时的不离不弃，让我们看到开小灶和肖战之间的关系。无数人在黑你的同时，别怕，只要后面还有一个支持你的人，其实已经足够了。肖战的生日不是金主爸爸太宠肖战，而是彼此给彼此的一个关怀和温暖。这让我们也相信，努力的人和优秀的人会一直努力，一直优秀。彼此间的信任和彼此间的合作，才能让双方走得更远，走得更高。肖战的生日虽然不能亲自对自己的肖战面对面的说一句生日快乐，但是呢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我们都会祝福你，希望你呢可以走得更远。前进的路上风雨交加，荆棘丛生，愿你不放弃，愿你披荆斩棘，我们都在身后支持你。好，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